听说你把同事全关门外边了。啊，那小涛非要干副业，正好这两天保安大爷不请假了吗？那老板就让他上来，还封他为皇家护卫队，简称大黄。说明老板看好我，他夸我这是物尽其用。物尽其用是形容人的吗？我怀疑你侮辱我智商，你小心点，你别拿我气质开玩笑。就他那个气质，像上司喝了假酒翻爹钱似的。第一天上班给同事全拦外面了，说没有证就不让进，工作全耽误了。你这回公司实办的吗？我看门就是严实，老板说好好干就奖励我，如何让老板喜欢上我？我悟了，我要带刺儿，以后我只要员工证，不要脸，没证的天王老子都不行。你证件滚！那你放根葱在那，人也得看两眼呢。他是连根葱都不如，没那个能力还非得装，他像个泥鳅似的，沾点海水就拿自己当海鲜。刚才那个气质不出我之下，一看就是好人，我相信我的眼光。你不看门严实吗？那人咋放进来的？太走眼了，闯杆老板彻底不理我了，我这皇家护卫队还能干吗？滚！别问我，你这送完老板看着不消气，该消你了。你怎么看待小涛的失职呢？都是老员工了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我有这样的员工，压力很大，怎么办呀？你看，他都说了，他有天赋，但不适合我这里，我应该送他去更广阔的天地。我自掏腰包送他去警犬训练中心，让他去训狗吗？让他被狗训。你为什么被孤立在室外办公？那同事们现在离我越来越疏远了。俺们给他撵下去的呀。那他现在已经是老板的眼线了，看谁不认真工作，直接就告诉老板，你这行为你不走狗吗？那同事们没动手已经很仁至义尽了。这么夸张吗？那可不嘛！你看看，来，人在做，涛在看，这贴着威慑着我们的吗？你在其位谋其职，在我的监督下，他们效率比以前高多了，都没人敢摸鱼了。我那都是公事公办。他啥公事公办呢？那天老板开会，他告诉老板说我嘴角向下，不开心，对他有意见。那我这嘴角就这样，那我有啥招啊？你这不公报私仇吗？我监督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，让他们少摸鱼，多干活，微笑面对工作，别整天耷拉个嘴，省得老板哪天看他们不顺眼，再把他们都给开了。李爽，你取外卖时间有点长，你下次注意。他这样多长时间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现在我们上厕所，他直接蹲门口开始给俺们计时，就3分钟，晚出了1秒，直接就给老板打电话说俺们摸鱼。你说他得嘚儿成啥样了？他说的太夸张了，我觉得我还是挺人性化的，我给他们留够了充足的如厕时间，女同事有特殊情况的还允许加15分钟。那老板怎么看待这种行为？老板我不知道，反正就他这种走狗行为，我这辈子我都看不上。呸！我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骂小涛是走狗的同事。在我眼中，小涛就是一个为老板着想的好员工，骂他是狗那是在侮辱他。我就准备给这样的员工升职加薪。来杯茶叶去。好的，老板。那我呢，老板，我能干点啥吗？听说你把公司客户气跑了。啊，那老板请客户吃饭嘛，小涛非要跟着去，进屋就开始先钱给客户递烟。他请上道了。他上啥道啊？那人客户都说了借了省钱，那小涛不干了，非要让人多抽2根，说少活2年一样省钱。我是顺着客户话茬接的，非常标准的应酬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而且我还把我舅老爷养的甲鱼给带去炖了，给客户尝个鲜。那本来是好事儿，他嘴笨呐，那客户也没吃过，就问他：“你这玩意儿我们是吃肉啊，还是喝汤啊？”那小涛就说：“喝汤，王八就是喝汤的，你们快趁热喝吧。”这谁能喝得下去呀？我只是输在了表达上，这么好喝的汤，客户一口都没喝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那最后客户怎么样了？成别人家客户了。老板现在不回我消息了，传根我有点怕。你拉倒吧，老板怕你还差不多。现在他看着你都直哆嗦。那我准备将功补过，给老板想了个新的项目。传根，你帮我把文件转发给老板们，他把我拉黑了。这是常用的杯子，把在右边，左撇子用着就很不方便。我发明了这种把在左边的杯子，专门给左撇子设计的，就非常人性。得亏老板把你拉黑了。老板派他去对面公司卧底当个眼线，结果面试就被人刷下来了。人事看了眼我的简历，就说我不合适，这太欺负人了。你把原公司写履历上了，这俩不是对手公司吗？我这人就实诚，真诚才是必杀技。那谁干卧底上来自报家门呢？门还没进去呢，就送回来了。我让当个眼线，就搁这丢人现眼了。可能是公司之间关系太敏感了，才不用你，你也别太难受。我怎么不难受？为了过面试，我还花2000块钱的找了关系，笔试又被刷下来了。他这2000请对面全公司吃了顿下午茶，你看看，啊，感谢对面公司送上的下午茶。这哪是面试，这不给人送物资去了吗？为了提高入职率，我还特意选了看大门的岗位。没想到这么没技术含量的工作还这么挑人。他学谁了？我扶着咱俩练练。老鸡儿整练练就练练。这岗位还是挺有含金量的，要不还是回原公司吧。回不去了。老板说为了真实一点，特意给我办了离职。他事儿没办成，但老板也满意了，说能摆脱小涛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。
晚上还要请咱们吃饭庆功宴呢。这件事倒是给我提了个醒，对面公司不要的我也不要，不能让什么废物都进来。他是怎么想到这个卧底的计划了呢？老板，我有一计，咱们现在运营困难，我觉得可以让对面公司收购我们。这家公司就不是我的了。那咱们关门算了，集体去对面公司得了。我觉得可以去对面做卧底，把他们的业务全拉回来。我刚才联系公司了，说再给2000，让你笔试也过了。那我能进公司了吗？下周我们会统一安排复试。又他妈2000呗！我陪客户吃饭，那同事非要跟来，结果他们在饭桌上跟客户打起来了。我上去帮忙，他们全跑了，把我自己丢下了。那客户一个个5大3粗的，这说了句难办，干脆就别办了，把桌子掀了。那我们不跑还等啥？那跑了倒是告诉我一声啊，那离闯还在那数数，我以为要上呢，那数到3全跑了，那给我打的回公司的老板都不认识我了。上？谁要上啊？上什么上？我搁那查人呢。你这么勇敢是练过吗？被人练过呀，之前拳击馆我干陪玩的，比较抗揍。方便展示一下吗？你吃开点啊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。不用了。看。倒是我之前确实应该交代清楚，对同事伤害挺大的。那我也没寻思他这么犟啊。咱说你打不过你都是服软啊。就是啊，他边挨打还边在那笑，也不知道啥习惯，客户还以为他不服呢。那伸手不打笑脸人嘛，我都笑了，他们就别打我了呗。你当时怎么笑的？嘿嘿。我看了想打你。嘿。看着同事挨打，你们没做点什么吗？我们点外卖了，你这等他挨完打出来吃吗？你饿肚也不抗揍啊。最后是怎么脱困的？最后还是老板解围把我领出来的。自己的员工出事，我无法袖手旁观。看见小涛被7、8个人连得下不来，我也很心疼。我只好冲上去就帮他解决了一半。你也练过4个打他，4个打我。同事怎么站着办公？他们瞪着要小涛拿去抵账了。抵账？我每个月发工资都被扣，那我拿公司东西抵消有什么不对呀？公司扣的越多，我拿的东西越贵。你这样经过公司同意了吗？他扣我工资也没经过我同意。上个月我俩电脑让他拿走了，这个月他们椅子让他拿走了。我们现在一来办公室，我俩用本和笔办公嘛，他们站着办公，他们已经这么站1个月了。那楼下保安更惨，对讲机都让拿走了。你这么做没考虑一下同事的感受吗？那是公司该考虑的事情。那公司敢扣我就敢拿，扣的多我就拿电脑家电，扣的少我就搬桌椅板凳。要是凑零头，我就上厕所薅卫生纸。小涛，这个月还行啊，就扣800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他就扣了你800，拿这么贵的不好吧？这电视卖了到我手里也就值800块钱。那甲方是公司，乙方是二手市场，我属于中间商。我快到了，你回去吧。他这么跟你说的啊？妈，这电视也没了。你说他跟公司的个人恩怨也不能影响到我们吧？是我们啥都没了，我们咋办公啊？你这样下去，我们也没法干了。老哥拼个桌，你啥没了？工会没。就没想过通过努力工作避免被出工资的现象吗？没用，几万的单子谈成了，到我手里就几百块，那都是中间商赚差价，还不如让他们扣我工资，扣完了我才从公司里拿东西抵账。他们扣的越多，我越兴奋。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创业这条路不太适合我，我准备上智联招聘找个班上。昨晚让他去抢客户，他把客户送对手公司去了。客户让我给他一个全行业最低价，我就给他推荐对面公司。老板说了要满足客户的一切要求嘛，那客户想要个最低价，我就给他了。只不过不是我们公司的。我觉得客户的意思可能是想要砍价。那他不早说。我们为了这客户，我们是又赔又熬夜的，眼瞅着客户要跟我们签合同了，他把我们老底掀了，这不胳膊肘往外拐吗？那也不能赖我呀，我们公司价格确实高啊，那你不说实话，那不是撒谎吗？人无信不立，他们不知道吗？可是你这样对同事也不好啊。那你打铁还需自身硬啊，自己什么东西什么逼样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最气人的是，人家客户还给过我们机会了，特地问了下我们价格高是不是因为质量好。他跟个低能儿似的，一个双手否定，直接把我们公司前途给葬送了。那我们公司确实价格高，质量还不行啊。那我这个人就这样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指鹿为马的事儿我都干不出来。可同事们对你意见不小啊。这横眉冷对千夫指嘛。我觉得做人就应该有正气，骗人是不对的。我觉得我做的没错。感觉你还是挺正直的。那要不你回公司跟同事道个歉吧？不了吧，我怕他们揍我。现在整个行业都没有找我们的客户了，公司还怎么挣钱？我们饭都吃不下了，就他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捧着个手机，舔个大脸搁那玩游戏呢，这真不要脸！谁叫我们家产品质量那么差？不，老板你怎么看？让小涛去接客户确实是我的失误，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弥补损失的办法，我准备把他送到对手公司，弥补我的损失。哎，王总。哎，张总。那个，你看什么时候让小涛去你公司深造一下呀？啊，那笔玩意你自己留着吧。砸手里了。